Hello，大家好，我是高文，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这期内容呢，我们来聊一聊停产的问题和尼克拉斯博士的发言，然后推想生命周期释放机制的可能性和影响，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文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也别忘了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下高文。在聊停产问题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活跃用户这方面的数据。2020年12月8日 ，Pi Network 活跃用户达到1000万级别后，至今最快的时候是15天的时间增加100万活跃用户，其他的每100万活跃用户的增加时间基本平稳在21到23天，相比前期600多天的时间。1000万用户的增速要更加快速了。然后我们来看停产问题，在这儿呢，我们要先去复习一下白皮书中关于挖矿供应的部分。原文提到 Pi Network 为前1亿人提供了固定的供应量，其实就是固定的速率导出的固定供应量。虽然我们在 Pi App 中经常看到信号 TBD 的提示，也就是可能停止对于新用户的铸币。要注意到的是新用户的铸币，而老用户的供应量是在你参与进来后就已经固定好了的。即便是开始执行这个 TBD， 被影响的也只是新用户，只算是对于新用户时间上的一种催促。所以我个人对于停产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担心。当然了，算是我个人理解，如果有更好的理解方式可以共同交流。不过我们要参考的资料和消息其实最官方的就是白皮书和核心团队的发言。在2021年5月29日，尼克拉斯博士在频道的发言中强调了应用程序的重要性，一直在努力的去连接各类程序到测试网，使开发人员能够更轻松的使用。6月份将会有很多平台更新，同时提到了实用程序方面。社区中有很多提案，并且感兴趣的社区人员也在进行开发。6月和7月，平台将会发布大量的公告消息。作为生态重要的组成部分，应用程序将会是连接 Pi Network 和各类实际应用的关键。目前市场上走得比较靠前的，并且能给实际应用支持的，要属金融领域的应用。至于实体经济方面，在商品溯源和版权保护两方面也已经出现了比较好的方式。做好商品溯源，对于易货生态来说，也更容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优化供应链和物流效率。6月份，核心团队中的 Justin Wu 将会主持一次大会，有兴趣的到时候可以记得关注一下大会的消息。然后我们来看派币的生命周期释放机制的可能性和影响。在这儿呢，还得接着复习白皮书的挖矿供应部分。在后半段，这部分提到了根据用户的参与程度和对网络安全的贡献，在该用户的生命周期内释放该供应。在用户的一生中，供应会使用类似于比特币的指数递减函数进行释放。我这儿也算是跟着大家一块复习一遍了。这块内容其实还是社区派友问到的，要不然我自己也都快忽视这一块了。其实当初这部分我也看了10几遍，是因为对于 lifetime 这个词的理解有一些纠结，到底是代指挖矿周期还是生命周期？联系到挖矿递减的过程，很容易就会对号入座。确实是半吊子的英语水平有一些弊端啊。但是看到内转用户的释放大概的比例，个人才确认了 lifetime 代指的是生命周期。所以如果是这个前提的话，就会出现2个递减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先暂时忘记挖矿的递减过程，来推想一下白皮书中提到的指数递减函数释放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考虑到基础币的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指数递减函数释放的话，那基础币就可以当做是你的首次释放数量。虽然释放的周期等等细则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有了函数和首次释放的数量，我们可以放在图形上来看，这样会更加直观。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函数汇总的一个素材图吧。
在这儿呢，我们只需要去看这一块内容，看的是这条蓝线 y 等于 x 分之一。当然这只是一个示例啊，具体的函数肯定不是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也就是指数递减函数了，就相当于 x 的一次方嘛，一次方分之一。可以看到整体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变动，释放数量在逐步的减少，而且无限趋近于零。然后横轴呢，我们把它算成时间，竖轴我们把它标成释放的数量。然后在这里最开始会出现一个数值，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基础比数量，就是首次释放量。大概图形就是这条蓝线这个样子。当然了，这里只是一个常见的指数函数的一个示例图形。将来的释放细则肯定会涉及到释放周期和释放速率，图形也会有细微的差别。之前的内容中我们提到过，这种释放机制和整体区块链的发展趋势是相符的。随着相关应用的普及，接受的人越来越多，随着进行派币释放是合理的，那很自然的就会产生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使用指数递减函数机制？不应该是越往后释放越多才有利吗？是的，从物以稀为贵来考虑是这个道理，但是 Pi Network 的实际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和实体经济互通，完成区块链应用的再次升级。那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想，如果是开始释放很少，看似很珍惜，也可能会产生高价，但是总流通量也相应的减少，对于生态的支持也就很少了，甚至极有可能满足不了生态爆发下的各种需求。爆发之后，生态还会维持一个较高的速率进行扩大，所以需要的流通派币的数量也相对较高，释放量也需要较高，但这段时间不会太长，相应的释放量下降斜率也较大，也就是这一段时期吧，下降的斜率较高，然后随着时间的推后，将不再会有集中爆发的需求，自然后期释放数量降低，并且斜率趋于平缓。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递减的思路其实也是有道理的。OK， 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欢迎关注混沌界公众号，菜单栏找到我，高稳社群，加入微信群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扫描电报群二维码加入电报群，互相交流借鉴，更是可以探讨布局，便于之后的合作共赢。如果需要熟悉交易市场，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注册地址见说明区和评论区。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紧来一波3连吧。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吧，下期我们可以不单单的去看背景的对比不同的创始人，看看 Nicholas 博士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点。我是高恩，下期再见吧，拜拜。